大家好，我係 Steven。近呢兩日咧，每日有超過5萬人確診，咁所以咧，淨係呢兩日計啊，確診人士已經超過10萬啊，咁數字咧就相當之驚人。身邊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係相繼失手。疫情爆發到去呢個地步咧，大家都真係要做好防疫嘅措施啊！咁有啲人咧都會繼續選擇嘻嘻哈哈或者去 staycation， 萬一感染咧就會再增加社會嘅壓力。咁有啲人咧甚至乎炒賣必理痛賺錢，好多之前冇諗過嘅現象都浮現晒出嚟。最新消息啦，政府顧問袁國勇教授咧仲話，咁可能係會全民感染，真係語出驚人啊！咁我哋之前成個社會嘅付出係為咗啲咩呢？所以咧近來真係冇心機去吃喝玩樂，更加唔想生活喺平行時空裏邊啊！既然留守喺香港咧，就要更加關心呢個地方發生嘅嘢。所以今次咧，我就同大家當係傾下偈，反映下香港近日嘅情況，同大家去一齊面對，睇睇香港人呢，即係喺第5波嘅疫情有啲咩改變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類型嘅寫實片，記住訂閱。睇完片之後俾個 like 支持一下啦。咁喺下邊留言，中意講咩都得嘅。最緊要呢，就係如果你大家都關心香港，希望你都可以分享俾你嘅朋友，等多啲人知道香港最貼地嘅一面。講翻上一條搶購潮嘅影片呢，都好多朋友支持啊，甚至乎台灣嘅傳媒呢都有報道我呢條片。咁我好開心啦，即係好多朋友都中意啦。更加重要嘅咧就係都見到好多人都仲好關心香港嘅情況。而家每一日咧，香港人一朝頭早起身咧就係睇下啲鋪頭嘅營業時間，然後再安排行程。上個禮拜最初咧就係一啲餐廳宣布停業嘅消息啊，大家樂啊、連鎖快餐店啊咁樣。咁跟住咧就係一啲政府服務嘅縮短啦。而最令到大家緊張嘅咧就係連藥房啦、超市咧佢都縮短佢個營業時間。都令到大家無所適從嘅，咁大家咧仲喺度揾緊必理痛啊，咁啲藥房又閂門啊，咁大家梗係手忙腳亂啦，瘋狂咁樣搶嘢食。咁可能大家都會諗，不如喺網上面買啦。其實網上購物亦都係崩潰。最近呢一兩日咧，網上購物平台咧 HKTV Mall 啦，都係因為人手不足咧，好多單咧都已經係退單啊，或者係退款。就算你好彩買到落到單啊，最快都要等2個禮拜先至可以送到貨。咁成個局面呢，就係實體店又買唔到啦，網上邊嘅商店亦都應接不暇。今日得到最新嘅消息呢，就係連一啲速遞嘅公司呢，都係冇提供上門收件同埋派件嘅服務啊，所以令到好似成個供應鏈呢係幾緊張下嘅。香港人每一日面對呢，就係起身即刻 update 下最新嘅資料，再去安排嗰日嘅生活。最新消息喺我出片之前呢，就係話萬寧啦、屈臣氏呢都會係推出呢個限購令。咁我都講啦，大家其實唔需要太緊張嘅，物資呢分配呢最緊要平均，每一個人都係咁重要，要留翻一啲物資呢俾真正有需要嘅人啊。咁所以呢，其實呢幾日呢，我嘅 WhatsApp 呢都係炸爆咗啊，都係忙於呢就去交換一啲購物嘅情報啊、送貨嘅日期啊等等，再加上 work from home 啦。可以想象到成個社會嘅生產力咧，其實好低，所有嘅資源咧，大家都用咗喺去安排生活每一個細節同埋購物方面。但呢個世界不停喺度轉，香港係咪一定要清零呢？係咪一個行得通同埋好現實嘅情況呢？其實大家都可以諗一諗。除此之外咧，每日咧就係第二個動作就係要定時搶購。大家都明白，其實香港人咧都有一個習性嘅，就係一個好強嘅羊群心理啊。咁環境好嗰陣時咧，就去搶樓啊。咁其實都反映咗唔多唔少都有啲好似唔好執輸嘅心態啦。咁不過咧，上一條片咧都有好多觀眾分享咗佢哋嘅現實情況啦。其實好多人都唔想話一次買咁多嘅，只不過係想減少外出嘅次數啦，又或者係屋企人咧真係有咁多人，咁所以先至有需要買咁多嘅啫。香港嘅食物供應大致上都係冇問題啊，只不過咧可能有某啲鋪頭啊確診嘅人數太多，分店又缺乏人手去上貨或者係營業，咁所以一個感覺咧就成日買唔到，同埋見到嗰啲貨架冇晒貨。喺今次嘅疫情之中呢，其實個死亡率最高嘅呢就係長者嗰一群。咁如果喺資源缺乏嘅情況之下呢，最緊要就係保護佢哋屋企呢。如果有老友記或者係小朋友呢，真係要買定一啲退燒藥看下門口。
咁擔心呢，萬一中招又入唔到醫院呢，唯有喺屋企啦，食藥啦，瞓覺啦，吸收多啲維他命 C 同埋飲多啲水，希望可以自己救自己。越嚟越多人中招啦，咁近來咧都係好熱門嘅咧，就係一個抗疫 checklist 啊，或者係走佬袋。呢個 list 咧最主要咧就係話屋企咧要有啲乜嘢嘅準備啦，平時包括呢啲檢測包啊，同埋咩嘅清潔用品啊、口罩啊、紅外線探熱啊，同埋退燒藥咁樣。咁不過更加實際嘅咧就係有個叫走佬袋啊，即係意思如果係需要去隔離設施或者係酒店咧需要帶嘅用品，其實網上邊咧就好多人分享咗佢自己個 checklist 啦。咁有啲咧就執到好整齊嘅，成個篋咁樣啦。咁而家喺一個全民自救嘅時代咧，大家真係要兩手準備啦，有足夠嘅用品咧，萬一中招需要去隔離營啊，或者係竹篙灣啊，甚至乎呢個方艙醫院咧都唔使咁辛苦啊嘛。最後咧都係大家最緊張、最緊要嘅就係萬一中招，大家要準備啲咩，同埋點樣去面對。其實要知道點做，首先要認清楚現實嘅情況。咁而家喺香港不幸確診或者染疫呢，一般呢都只係去公立醫院，好多私家醫院呢都係需要陰性嘅報告咧先至可以入院嘅。咁而公立醫院方面，其實已經係不勝負荷，醫療崩潰。咁有幾嚴重我就唔多講啦，之前嘅影片都有提及嘅。咁如果情況緊急或者嚴重呢，當然係要救護車啦。而家最新政府嘅安排咧，就係話如果通過自行檢測係呈現陽性嘅咧，就可以透過一個網上系統咧去登記同埋呈報，然後咧衛生署啊就會有相關人員聯絡你，等候隔離同埋治療嘅安排。咁但係最特別嘅咧，所謂嘅快速檢測確診登記平台咧，到而家仲係喺研究同埋開發之中。其實好多嘅確診者咧係冇途徑去呈報佢哋嘅個案，咁所以咧政府同埋衛生署咧其實都唔知有幾多確診者，咁而呢啲人咧就只可以留喺屋企。過咗一段時間啦，呢個網站可以登記啦，其實都唔知有幾多人中完招之後好返。有睇開我嘅觀眾其實都知，我本身都係做開 IT 方面咧，做咗10幾年，我唔敢話我自己係咩專家，但係以我對科技嘅認識咧，呢個登記嘅網站其實主要嘅作用咧，都係用嚟登記啦，同埋可能做一啲 tracking、一啲追蹤記錄咁樣，並唔係一啲天馬行空嘅新科技。香港有咁多儲備，亦都係有亞洲地區其中一個最先進嘅網絡基建 infrastructure， 而且喺呢幾年咧投資幾百億落去搞初創啊、科學園啊、數碼港咁樣，已經有好多搞 blockchain 啊、fintech 嘅公司同埋人才，點解唔好好利用呢？可以考慮下同本地嘅科技公司合作去做呢。我相信如果你擺一個好吸引嘅價錢出嚟，有好多人願意係幫手，呢啲錢係唔會嘥，佢係投資同埋幫助翻本地嘅科技公司嘅。其實政府喺抗疫時間，錢係要用，但係要用得精明同埋用得合理。好多嘅措施都係要配合翻本地嘅需要推出嚟，先至會事半功倍。其實香港已經被疫情摧殘，希望有人真係會為香港出發，了解下香港民生同埋本地嘅真正需要。簡單講，如果中咗招呢，而家係醫院入唔到啦，醫生又睇唔到，咁政府嗰邊亦都登記唔到，只能夠自救啊！每日咧留意下店鋪嘅營業時間啦，跟住再去搶購一啲物資啊，同埋抗疫用品，就變咗一個輪迴啦。其實我覺得咧，最主要咧都係而家個政府冇一個好清晰嘅指引同埋抗疫嘅方向啦，資訊亦都朝令夕改，準備不足。咁我同大家都係一樣，係一個小市民，並唔期望喺度發大達，只係仍然都係咁中意香港。可能你話我好天真，但係我去過好多笪地方啦。就算我自己本身都喺加拿大住咗好多年，但係都冇一個地方可以俾到我一個屋企嘅感覺。可能最吸引我嘅就係一個菠蘿包、腸粉或者點心，我唔知道啊。不過呢度就係香港，真心呢係唔忍心睇到佢繼續崩潰落去。今集講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訂閱，用一個最平實嘅角度去反映香港現實情況。喜歡嘅記得分享俾關心香港嘅朋友。疫情並唔恐怖，最令人沮喪嘅就係睇唔到未來。